嗨，朋友们！自从我使用上了 Moorburn 的厨余堆肥机以后，事情就变得诡异了起来。因为我们家的菜床，该长的不该长的都长出来了。我明明记得我播种的是苦瓜、黄瓜、油麦菜，这些我都已经吃上了，我都已经结上果了。那这是什么？都已经长到地上了。原来它是冬瓜。我掐指一算，这个冬瓜是2年前播的种，我一直以为它牺牲了，现在满血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采收这疯狂的冬瓜。大家看看这个大冬瓜，来，这将是我们今年采收的第一个大冬瓜。哎，这儿底下还有，全部都是冬瓜。刚才那俩小的就让它先长着吧，这儿还有俩大的啊。嘿，这冬瓜呀，我为什么觉得它非常的诡异？因为我们就是出去了几天，然后呢，就突然间就这个叶子就长出来了，然后就回来再看，就变成了几个大冬瓜，吓不吓人？我觉得挺吓人的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摘了？这个长得有点畸形哎，把它这个也摘了。喂，嘿，这长得有点畸形，没关系，不怕。来都来了，咱就再拔个黄瓜吧。我们黄瓜已经吃了好几茬了啊，这还有一个黄瓜。哎呦妈呀，我这每天这菜园就跟历险记一样，因为没有好好打理，然后呢，它都长得乱七八糟的。但是呢，又是不停的有丰收，每天都有丰收。哎呀，这还有3个小苦瓜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有3个小苦瓜，但这3个小苦瓜还没长成。我把这个黄瓜先摘了吧。嘿，感谢我强哥给我推荐这么好用的厨余机，改天我高低给您送几个我种的冬瓜吃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也给大家显摆一下我们家的这个 Wonderful 石榴啊，它还没有成熟，它应该还需要1、2个月的时间，但它是已经长了很大了。当时它开了很多花，然后呢我们就懒得疏果，结果现在1树的石榴。但是这个 Wonderful 的石榴呢，它要到完全成熟的话，应该是紫红色的皮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它成熟。所以明年我们还是要疏一下果的。由于咱们家这个冬瓜长势喜人哈，我也不想吃冬瓜吃到害怕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夏日解暑冬瓜茶。虽然我没有自己做过冬瓜茶哈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一试，因为这个冬瓜茶呢，它是消耗大量冬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，而且也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非常健康的饮品啊。我们来邀一下这个最大的这个冬瓜有多重啊？3513克。3513克是多少啊？3公斤吗？3.5公斤？6斤。7斤？7斤吗？400克是1磅。我克和斤我还没搞明白，你又给我磅了，那就是反正就是6、7斤，6、7斤这么一个冬瓜。我们今天我先切试试看啊。那这个皮呢，我们因为它比较嫩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好像我在网上看，这个做冬瓜茶，这个皮是不用削的，这个皮反而它的这个清火解毒的这个效果，不能说解毒吧，下火的这个效果更好，所以我们把皮留下，然后把它切成小块，把里边的籽挖掉。自从有了这个厨余堆肥机哈，我们家的这个餐桌上面就有了这么一个小的垃圾桶，就是我把这些什么瓜果皮啊，什么乱七八糟这些皮那的都丢到这里边，因为我要把它丢去我的厨余堆肥机里，一点不浪费，实现正循环。不错呀。不错，里边水分还可以的。沙漠里长冬瓜。沙漠里既可以长冬瓜，也可以长西瓜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觉得你能种出冬瓜来，就能种出西瓜来。咋的？你要对西瓜下手了？呀，这里边。这是过于成熟了吗？还是怎么着啊？熟透了吧？没有奇怪的味道。我把其他的切开看看。呀，还可以哦。你在超市买不着这么新鲜的冬瓜。
是吧？我觉得也是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把它切一切，挖一挖啊。自从有了这个厨余堆肥机以后，我每天也不怕浪费了，就是什么皮呀、稍微不新鲜的呀，我就给丢掉了。你说它这个冬瓜，那么重，它能挂在上面？应该，我觉得冬瓜应该都是攀藤的吧，它应该是挂在上边的，但是呢，它又不会坠下去，就挺神奇的。对呀、你要长在那个地上了就无所谓了，它有一个挂在上面。咱这个呀都没有好好给它搭架子，我们就是前段时间呢就给它弄了几个那个架子，我们家那有线的那三角形的架子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架子，然后它该爬也都爬了，该爬出来也都爬出来，该攀上去也都攀上去了。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我们家这个菜园吧，已经和之前的菜园性质不一样了，因为原来那个菜园呢，就我操心操半天。然后呢，种出来的东西都特别让人大失所望。现在这个就感觉这个菜园已经自学成才了，已经就是我也不用管它，就是种什么活什么，种什么成什么。不种的，我这冬瓜还是2年前下的籽儿呢，我以为冻死了，我以为过了2年以后就已经就是发芽率已经不行了，没想到今年长疯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跟养孩子似的，你越是放养，对你越是这个让他学这个学那个，可能就没出息；你越是放养，根本不管他，可能长大最有出息。但你这么说，你那个年代这么养孩子行，但是现在这个年代，你说大家都卷成这个样。你就是说你同事的孩子学了马术，学了这学了那，你能让你的孩子那个什么吗？就是输在起跑线上吗？不行吧。所以冬瓜和西瓜都是为夏天而生的瓜。对，一个是水果，一个是蔬菜。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。对吗？它冬瓜和它冬是冬天的冬，它不是东南西北的东。你休想骗我。然后呢，这个冬瓜呢说夏天吃，就是和西瓜一样，就清热解暑。罐罐厨房实验室的实验精神现在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今天准备做2种方法，一种呢是冬瓜茶砖，一种呢是冬瓜茶酱。然后做法呢，我一种是用传统的就是锅来熬制，另外一种呢我用高压锅，看看能不能把它缩短时间。还有呢，就是刚才富贵提到这个冬瓜，他看的人家做这个冬瓜茶都是削皮的，但是我看的呢，广式的冬瓜茶呢都是不削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打算就2种，也是一份来削皮，一份不削皮。高压锅做的那份呢，就来做这个不削皮。罐罐厨房实验室今天将会是一场硬仗，因为这我从来没做过。我明天给你做个冬瓜汆丸子汤吧。好啊，我打小就爱吃冬瓜汆丸子，是吧？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儿啊。所以这个冬瓜是熟了。熟了是不是？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超市里买的冬瓜都特别大。巨大，然后呢，我就在想说，咱们家冬瓜到底熟没熟 ？GPT 说，熟了，因为它的这个皮上面有那个白霜，以后就算熟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还没有到那个超市里的那么大嘛，然后我就在网上问了，有一个也是在拉斯维加斯种菜种特别厉害的一个人，那个姐姐种什么都种得特别好。他们家冬瓜，他就说冬瓜其实没有什么采收季。他也采过，就是到日子的，他也采过就没到日子的，区别其实就是这个皮的老嫩程度，然后水分其实都差不了太多。你说我们这儿这么干，怎么会能长出这么有水分的东西？对呀，是咱浇水浇的多吗？不多，没有人工浇过，就是那个自动的，就是自动喷淋，我们就是早上浇一次，自动浇一次，晚上浇一次，然后周日还不让浇，因为那个政府控水。我看他们做这个冬瓜茶配的糖都是1:1，
我觉得我不用1:1，我觉得我就有点就行。它好像是那个1:1是为了弄成茶砖，是不是能够凝固成那个？哦，也有可能。那我们就这个茶砖的这一个部分，咱们就可以把它糖稍微多一点，是不是？我看那个好像都不止1:1哎，是2斤冬瓜配2斤白糖配半斤红糖。No， 我的血糖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就是跟糖块似的。可能是说这个糖分越多，它就跟盐一样嘛，就它保存的时间可能会越久。I don't know， 厨房实验室咱就实验一下呗，看看能不能做出低糖低卡版的夏日解暑神器。那个冬瓜茶砖还可以当伴手礼呢。如果我成功了的话，咱就做成伴手礼啊。对，你看咱这皮好薄。然后这皮也浪费不了，咱依旧丢入我们的厨余机里面啊，变成肥料，继续滋养我的冬瓜。咱们的冬瓜已经切好了啊，一盆儿是带皮的，一盆儿是不带皮的。那带皮的呢，我要把它放入到高压锅里边；不带皮的呢，我要把它放到这个锅里边来用炉灶来熬。那为什么一开始用这2个盆儿不直接放进来呢？因为这样可以看起来就是它们2个比较平均哈。那这个不带皮的我们丢进来，丢到这里边来；带皮的我们把它丢入高压锅。基本上就是一边就是2000克。那我如果按照1:1的比例，我觉得有一点吓人。我这里边呢是打碎的红糖，一边350克，然后呢一边再补上白糖。这个白糖我们家为什么有呢？我们家做饭从来不用白糖，这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蜂鸟做那个 hummingbird 的那个 food， 就是需要用白糖嘛。咱们家蜂鸟现在因为我们家隔壁邻居家那个花开的可旺了，所以每次都是看着他们家隔壁的花上全是蜂鸟，然后等他们家花都谢了，有的时候他才来我们家那个蜂鸟喂食器，也是能拍到它们的。只不过，就是现在在这个花开正艳的季节，这个蜂鸟喂食器它的优势显示不出来。他们肯定还是先吃新鲜的，等这个没有花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蜂鸟喂食器就优势就出来了啊。那我们就大体这么撒一撒就行了哈。撒点白糖，其实撒了也没有多少嘛，就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多少，再撒点，差不多吧。总共俩加起来撒了得有个350克，差不多350克，都是估摸着，一点都不严谨。But anyways, it's okay。那剩下的呢，我们就这个红糖、黑糖，我打碎的黑糖，我们就把它们也放进来，每一个平均分配一下。这个不用洗哈，待会儿我们做那个酱的时候，需要把里边的那些熬散了的冬瓜给它打成酱，所以这个也不需要洗。致死量的糖啊！我靠，这还是咱自己家做，都放这么多糖，所以这就说明，就在外边喝的那冬瓜茶，那糖分得多高啊！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哦，让它的这个糖，妈呀，这红糖都出来了，红糖酱。对，它这个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冬瓜很有水分嘛。这个罐罐厨房实验室不就是有探索精神、创新精神吗？我决定呢举一反三一下，因为上次我做的那个桃汁儿，咱们桃干剩的那个汁儿，不是我说加了点盐，特别好喝嘛，所以我打算呢这边加一勺盐，然后呢这边加一块陈皮。老我们来，你皱啥眉头啊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因为陈皮它也是对身体好的嘛，对，加一勺盐就可以。所以我觉得，
喝起来应该还不错吧。小火打开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让它先加一下热。高压锅版本的呢，我们也给它放进去，我们给它压一个20分钟。2个都不需要加水，因为冬瓜会出很多很多的水，但是呢，这个就要注意，一定要先是小火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干别的事情。等我们回来就要一直的搅动它，不然它会糊。我们先去干正事儿。正事儿就是把昨天制造的土挖出来，把今天的厨余倒进去。大家说这个做美食博主做到极致是什么状态？从耕地开始吗？自己种菜吗 ？No， 是我自己造土，每天自己造土，我这才是做到极致，好吗？这要放在古希腊，我就是掌管营养土的神呐！每天都有新的土造出来。我一般呢就是积攒这么一盆儿，然后我就给我们家的这些植物啊、菜园啊，给它上肥。我这已经非常能说明这玩意儿在我们家的家庭地位了吧？在车库里专门有这么一个台子来给它，我这还有个小的，这小的也特好用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轮番着用，如果说不够的情况下，用这个小的来补。因为我现在每天这个厨余就是可能积攒个2天的厨余，凑出这么一桶来。这一桶呢，对于这个小的来说就有点多，然后对于这个大的来说其实是刚刚好的。就如果我每天都用的话，我就可以放在那个小的里，那小的就是等于是我的一个补充机器。好，这里边呢也不用挖得太干净了，因为这里面其实的这些土啊，所谓的土，其实它是营养土、营养肥料。因为我每次在往里打这个肥料的时候、厨余的时候，我都会再加一勺这个菌啊。加一勺菌，然后呢，它其实剩下的这一点呢，里边其实也是有这个菌种在的，所以它就是不需要加太多，加一点点就可以。然后就是把今天的这些废料倒进去，嘚儿。这我觉得放在车库特别合适，因为它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有那么一丢丢的酸味的，所以我觉得放在屋里呢，它是味道还是有的，就像富贵，因为我是闻不太到，然后富贵呢，它的这个鼻子就比较灵敏，就比较敏感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放在这儿就特别好。然后它现在就开始转了，你看它里边其实是和刚才是不一样了，我再关上它就又自己转了，它这个声音其实也都是很静音的。今天的正事儿就完成了，我们进去继续熬我们的冬瓜茶。这个冬瓜熬的也开了啊，咱们就勤搅动它一点。它这都是冬瓜自己出的水，出来的水，就等它慢慢的熬。高压锅压了20多分钟，然后现在开始放气了。锅里的呢也都把水，冬瓜里的水都熬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等它收一下汁。哦，它这里边这个陈皮的味道很重哎，用炖煮模式来给它收一下汁。它里边现在非常多的汁水啊，都是这个冬瓜自己出的。你要不要放个鸡蛋一起卤一下？别介，咱也不用这么有创意啊。搅拌一下，这个收汁也都收的差不多了吧？这已经成酱了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收一下。这个灶上熬的已经收汁收的差不多了啊，我们把它关火放凉。我们在锅里熬的这个冬瓜酱已经放凉了，我们把它打成泥啊。它虽然已经熬得非常烂了，但是我觉得捣成泥吧。因为咱们刚才用这个打的那个糖嘛，这个捣一下泥，打一下泥还能把这个涮一涮。我们把它打成酱。这其实就可以了，稍微打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涮着，一会儿喝一杯。对，我就打算用这个里边的，一点不浪费。这点留着，
咱们加点气泡水吧。先给富贵尝一下不加 whisky 的味道咋样？不错，我尝尝。红糖味儿挺重的。我主要也没有喝过冬瓜茶。应该就是这个味儿吧？你喝过吗？咱们应该喝过。是吗？嗯。它就是小甜水儿，你说冬瓜味儿吧，冬瓜本身也没啥味儿，然后呢，它就是剩下甜味儿。你怎么觉得跟冬瓜没有什么大关系啊？对啊，但是咱们这个是纯天然无添加，纯冬瓜呀，真冬瓜呀。所以冬瓜茶就是这个味儿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没怎么喝，应该是吧？不难喝，不难喝，就是一个红糖甜水，然后里边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冬瓜，一丝一丝的。对啊，你的糖的比例搁的还很低呢。就因为糖的比例搁得很低，所以我们的茶砖失败了。为什么失败了呢？跟大家说一下，但是也不会浪费哈，因为这个茶砖呢，它其实已经熬到非常浓稠了。然后呢，它应该的状态呢，就是你拿筷子挑起来一点，放到凉水里以后，它会凝固住，它不会散开。这个就是凝固不住，因为糖分太少了，所以它凝固不住，就是它是散开的，它就是全是冬瓜散开的那个纤维，就是因为它的糖分不够。你做成酱就行。对呀、所以就这个就是酱嘛，就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和那个不能放在一起，是因为这个里边我放了陈皮，我刚才尝了一下，就是它这个陈皮的味道在里边，我觉得还味道还蛮好的。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，然后就是当成一个冬瓜酱泡水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就是不能保存那么长时间了。对，不能保存那么长时间，因为它没有变成茶砖。那你想要做成茶砖的话，你就必须你的糖的比例是要够的，1:1或者是1:0.8，至少0.7至少。所以在外面卖的茶砖，它的糖的比例就是非常的高。所以你如果不想要做成那么甜的东西，然后又想要消耗冬瓜的话，那就只能做成酱，就做成这种酱。这样呢，你的这个糖分的比例呢，你就可以自行安排，就可以不用那么甜。其实你做砖不砖无所谓，反正都是沏成水嘛。对，都是沏成水，只不过砖呢，它就是，保存的时间久一点。可以当伴手礼。可以，对，今天就没有伴手礼了，我不能给人一瓶酱啊。没关系哈，咱们这个伴手礼，咱给点健康伴手礼吧，就糖分别那么高的，下次做点啥再伴手礼吧啊。哎，今天这个冬瓜茶，至少这个冬瓜酱帮我消耗了2个大冬瓜，这就是成功。行吧，今天的罐罐厨房实验室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